1993年6月23日，美国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案子。一位妻子将丈夫的命根子给割了下来。丈夫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，两腿之间全是鲜血。他对医生说，妻子拿走了我的老二，然后跑了。这位疯狂的老婆被警察控制住之后精神状态非常的糟糕，在心理医生的安抚之下，情绪才慢慢的平稳下来。根据这位女士的说法，她将丈夫的命根子割下后呢，在路上将丈夫的那块肉随手扔到了路上的草坪上。医生表示，在短时间内如果能够找到那块肉，还有可能给男人接上。于是警察和消防员来到了那位妻子说的地点，在路边的草地上开始寻找男人的断肢。还好那根断肢没有被野猫叼走，消防员找到了他，并且呢把他和冰块放在一起，火速的送往医院。医生赶紧开始手术，用了9个多小时才将男人的命根子给接好。医生还感叹，你老婆割的手法非常的利落，伤口非常的平整，这样手术了省了很多的时间。夫妻两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仇怨？老婆竟然对老公下如此的狠手，他们的婚姻又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曾经轰动美国的阉夫案。这位丈夫叫约翰，妻子叫洛雷娜。在一次舞会当中，两个人相遇，并且呢成为了恋人。当时呢，约翰还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队员，洛雷娜是一名南美的厄瓜多尔留学生。1989年6月18日，两个人结婚了。当时洛雷娜20岁，约翰22岁。结婚之后没多久约翰就退役了。由于没有什么技术，也没有学历，约翰呢在一个夜总会当保安，收入非常的低。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妻子洛雷娜的身上。她在一家美甲院工作，为了养家，洛雷娜每天辛苦的工作，但是没有想到丈夫约翰不但不好好工作赚钱养家，而且经常和夜总会的女孩们鬼混，经常夜不归宿。因此呢，夫妻两个人经常的吵架，甚至动手。后来约翰干脆就不出去工作了整天窝在家里或者在酒吧里酗酒，喝醉了呢就打老婆。洛雷娜曾经多次和美甲店的老板娘哭诉自己被丈夫给家暴了。美甲店的老板娘也劝过她离婚，但是呢，洛雷娜还是尽量维持着这段婚姻，因为她想通过丈夫获得美国的绿卡，所以她选择了忍耐再忍耐。但是不久后洛雷娜怀孕了，她非常期待着小生命的降临。但是丈夫约翰却坚决不要这个孩子，并且说，如果洛雷娜想将孩子生下来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离婚，而且他不会付1分钱的抚养费。洛雷娜呢，只能到医院将孩子给做掉了。这对洛雷娜的打击非常大，而她的丈夫还在一边嘲笑她。打掉孩子之后呢，洛雷娜身体非常的虚弱，但是那个无耻的丈夫照样在酒吧里鬼混不出去工作。洛雷娜休息没有多久呢，就回去接着工作了。她对丈夫非常的失望，她知道自己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她要对以后早做打算。但凭借着自己的工资是存不下钱的，于是呢，她开始干违法的事情。她在一家商店里偷了一件价值1000元的衣服，结果被当场抓住，钱没弄到，反而呢需要交高额的罚款。接着呢，她又在美甲店偷窃了6000元的现金，后来被美甲店的老板娘给发现了。因为老板娘和洛雷娜的关系还不错，所以呢没有报警。但是洛雷娜需要为美甲店工作2年，婚姻的不幸，丈夫时常家暴，经济的压力，再加上流产后没有好好恢复，洛雷娜的精神出现了问题，她性情大变。6月23日晚上，洛雷娜收拾好了行李，打算和丈夫说清楚，然后自己离开。结果丈夫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的回来。根据洛雷娜的说法，丈夫约翰回来之后就发酒疯，又开始动手打她，并且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。事后呢，约翰在床上就睡着了。洛雷娜到厨房接了一杯水喝，然后她看到了旁边的刀，对丈夫的恨意突然涌上了心头。于是她拿起了刀，来到了丈夫的床前，掀开了被子，手起刀落，将切下来的那块肉扔在了路边的草地上，然后开车找美甲店的老板娘寻求帮助。在美甲店的老板娘的劝说和陪同之下，到警局自首。但是丈夫约翰的说法和妻子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。他说当天晚上他回到家之后妻子就想和他亲热，但完事之后呢，休息了一会儿，老婆还想再来一次。约翰说自己当时已经很累了，于是呢就推开了妻子，然后自己就睡着了。但是没想到在睡梦当中，下体一阵剧痛，
这个案件双方各持一词，法庭决定分成2个案件进行审理。一个案件是妻子洛琳娜状告丈夫婚内强奸，另一个案子是丈夫约翰起诉妻子洛琳娜人身伤害。这件事呢，很快在小镇上就传开了，成为了人们谈论的热点。人们都很好奇，被割掉小鸡鸡的男人长什么样子，手术之后他的那个器官还能不能用，甚至还有人做了和案件相关的文化衫到处售卖，其中这款卖的是最好的，如果再加$20的话，还可以得到男主的亲笔签名。约翰为了筹集断根手术和法庭审理的费用呢，还参加了一个募捐节目。约翰尴尬地站在舞台上，台下观众热烈的提问，最后募捐到了$25万。人们的捐款估计也不是出于同情，纯粹就是图个乐子。毕竟作为男人来说，被老婆给阉了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。首先审理的是婚内强奸案，控辩双方都认为那晚2个人发生了关系，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妻子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。控方提供了一件证据，是一条内裤。控方律师说，被告约翰曾经暴力的撕毁了这条内裤，但辩方律师指出这条内裤的损坏缺口平整，不像是撕坏的，更像是用剪刀给剪开的。后来警方在美甲店找到了一把剪刀，剪刀切口上的面料纤维和那条内裤的面料纤维是一致的。最终法庭宣判约翰婚内强奸不成立。接下来开始审理的是洛琳娜的人身伤害的罪名。如果罪名成立，洛琳娜将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。法庭上，辩方律师称，洛琳娜因为产后抑郁、生活压力等等原因，患有短暂反应性的精神病。也就是说，洛琳娜在作案时是精神病发，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。与此同时呢，很多女性自发地组织起来，表示支持洛琳娜，支持对家暴进行反抗。很多国际女权组织呢也声称支持洛琳娜，哪个男人再敢家暴，晚上就灭了你的小弟弟。另一方面呢，约翰之前上节目募捐的$25万并没有用于之前说好的医疗费用和律师费。约翰表示自己投资失败了，并且向法院申请了破产。这下呢，连帮他打官司的律师都没有了律师费，人们对他的一丁点的同情心也没有了。而且约翰被割掉的部分已经被医生给接上了。约翰对外界也一直声称手术之后自己的功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，所以呢也看不出这个案件对他有什么样的恶劣的影响。最后，约翰这边的控方精神专家要求再一次对洛琳娜的精神进行鉴定，并且确认洛琳娜的确患有短暂反应性的精神病。这位控方的精神科专家的反水成为了关键，最终洛琳娜人身伤害罪名也不成立。然后呢，洛琳娜就被送到了精神院，强制进行了45天的治疗。这次阉夫案就这样结束了。在这之后呢，约翰和洛琳娜都成为了名人，他们各自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。约翰开始进军电影行业，是那种男女运动的电影，用以证明自己的男性功能是没有问题的。后来约翰在拉斯维加斯把赚来的所有钱都全部挥霍一空。没有钱的约翰呢，后来又谈了一位女朋友叫露兹，才19岁，两个人搬到了纽约生活。但是呢，好景不长，约翰又开始酗酒和家暴。这个可怜的女孩有一次被约翰给打晕了，约翰以为露兹死掉了，于是呢用一个床单将她裹起来。结果露兹在被单中醒来的时候，她吓坏了，她觉得约翰要将她抛尸，然后露兹没敢声张，挺直身体一直在装死。直到约翰开门的时候，露兹瞅准机会，拼命地跑了出去，找了一位路人帮忙报警。结果后来约翰仅仅是被判了入狱17天。出狱之后，约翰又加入了一个教会，成为了一名神职人员。之后约翰又结了一次婚。在1999年，约翰再次因为家暴老婆，结果被警察逮捕。2014年，约翰在一次车祸当中受了重伤，之后就一直靠政府的残疾福利金来生活。再说另一边，雷诺娜刚开始也和约翰一样，不断的参加节目、接受采访等等等等。后来雷诺娜的抑郁症又犯了，只能到医院接受治疗。出院之后他就不再接受采访，踏实的过自己的日子。后来雷诺娜自己开了一家美容院，经济稳定之后雷诺娜还建立了一个公益组织，叫红马车，主要是给那些被家暴的女人提供帮助。后来雷诺娜又找了一位男朋友叫戴夫，但是这次她没有阉了对方，而是和戴夫幸福的生活了20多年。好了，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